清晨，高三3班教室，終於拿到證了，考完我直接嗨3天3夜。林小雨坐在第一排靠窗，攥筆的指节繃得發白，眼睛死死盯着班主任的文件夾。安靜，按名單上來領。張子明、陳露、王朝紅、林小雨，准考證都發完了，大家務必保管好，丟失無法補辦。陳老師，我的准考證沒領到。陳雪眼神躲閃，不敢看他。你去一趟教導處吧，張主任找你。好。林小雨攥緊手心，快步走出教室。教導處的門半掩着，林小雨抬手敲門：“進來。”張主任，我是高三3班林小雨，我的准考證沒發。林小雨，你不用領了，你的學籍已經被正式註銷了。為什麼？憑什麼註銷我學籍？憑什麼？你自己心裡沒數？你多次考試作弊，品行不端，學校按規定註銷你的學籍，終身不得參加國家教育考試。我沒作弊，全縣3次模考我都是第一，每一分都是我自己考出來的。第一？你爸就是個撿破爛的啞巴，基因就那樣，你能考第一？騙誰呢？早點去工廠打工才是你這種人的正道。行了，出去吧，別在這兒礙眼。林小雨艱難地轉身往外走，剛拐過樓梯口，趙家寶就帶着2個跟班迎面堵上來。喲，這不是我們大學霸嗎？怎麼喪着個臉？讓開！想參加高考啊？你跪下來求我，我一高興讓我爸通融通融，說不定還能賞你個考試資格。做夢！林小雨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林德順正蹲在地上捆廢紙板，看到林小雨沾着灰塵的臉上露出憨笑。林德順從口袋裡摸出支嶄新的2B鉛筆，寶貝似的遞給林小雨。我不能哭，不能讓爸知道。我沒有作弊，他們憑什麼註銷我學籍？爸，我考不了大學了。誰都不能欺負我女兒。去，哪來的要飯的？也是你能闖的，滾遠點！这誰呀？怎麼倒在學校門口？好像是那個作弊被開除的學生他爸，啞巴撿破爛的，還有臉來鬧。喲，這不是林老師嗎？不對，現在該叫你林啞巴了。別跪，20年前你跪都沒用，現在跪有用嗎？爸，你在幹嘛？你起來，快起來啊！喲，這不是我們的學霸嗎？怎麼跪這兒了？滾！啞巴，你女兒就是給我提鞋的命，還想考大學，她也配？家寶，你混蛋，你放開我吧！我說呢，一個撿破爛啞巴的閨女，怎麼可能次次考第一？原來是作弊。就是，基因在那擺着呢，他作弊搶咱孩子的名額，真缺德。不是的，我沒有作弊。你幹什麼？反了你了！敢撕學校公告，快叫張主任過來！你們憑什麼污蔑我？我沒有作弊。林小雨，你撕毀學校公告，性質惡劣，你是不是想讓我報警把你抓進去？我沒有作弊，你們冤枉我。保安，把他拖出去，別在這兒丟人現眼。喲，這就是學霸的家呀，比我家的廁所還小，笑死人了。趙家寶，你滾出去！這麼多書啊，都是你作弊用的小招吧？兄弟們，幫學霸清理清理垃圾，省得他天天做白日夢。你们別碰我的書，放開我！林小雨，我今天就把這些破書全燒了，讓你徹底斷了考大學的念想。我爸說了，你爸當年就是不識抬舉，才落得這下場。啞巴撿破爛，破爛生破爛，一家子都是破爛。行了，收工。爸，我們不考了，我跟你一起撿破爛。這是爸爸這輩子第一次打我，從小到大，再苦再難，
他背着我踩過風雪，跪在地上求人家多給個廢品桶，都沒捨得碰我一根手指頭。先生，請問你找誰？先生，你不能随便进去，保安，保安！行了，赵总交代过，今天有位姓林的客人，让他进来。林德顺，不对，现在大家都叫你哑巴。20年没见了，你老了不少啊。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整整20年。你女儿今年高3了吧？跟我儿子一个班，全县第1，跟你当年一样聪明。可惜啊，她考不了大学了。当年你要是乖乖闭嘴，別舉報我偷題，現在你就是年薪100萬的名師，住別墅開豪車，你女兒直接保送北大。可惜啊，你非要當英雄，結果呢，英雄成了啞巴，靠撿破爛過日子。你當年救的那些學生，有一個來看過你，你替他們申冤，他們謝過你還記得？就是他親手辦的你女兒學籍註銷手續。他說能為趙總辦事是他的榮幸。所以你明白了嗎？你做人失敗，做老師更失敗。你教出來的學生第一個背叛。我今天叫你來就是告訴你，你女兒的事兒只是一個開始。天成教育馬上就要上市了，我會成為全省最有錢的教育家，而你一輩子都是個撿破爛的啞巴。滾吧，再敢鬧！我讓你連破爛都撿。保安，送客。同學們，我們縣3中從來不缺人才，但我們3中更看重的是人。我們只培養有用的人才。林小雨可不就是他？聽說他爸是個啞巴撿破爛，2B被抓，活該。所以我要告訴在座的每一位同學，你們能有今天安心的學習環境，正是因為我們及時清理了那些。是林小雨他爸。保安，保安，快把這個啞巴趕出去，別讓他在這鬧事。我不是啞巴。我叫林德順，我是老師。 20年了，今天該算總賬。林德順攥緊講台邊緣，指節發白。我叫林德順，20年前，我是3中的語文老師。語文老師，他不是啞巴嗎？我的天，這瓜也太大了！高考前，我發現教導主任趙天成偷賣試卷，我寫了舉報信。第2天晚上，他帶人在校門口堵住我，把我扔進了清河，全場譁然。趙天成猛地起身，血口噴人！保安，把這個瘋子給我拖出去！我被毀了聲帶，這是手術留下的疤。我裝了20年啞巴，我女兒被污衊作弊註銷學籍，就是你這個兇手在報復。造謠，林小雨作弊證據確鑿，是我親手經辦的。我能作證。林小雨從來沒有作弊，是張富貴逼我偽造的作弊記錄。他說我不照辦，就吊銷我的教師資格證，還要辭退我在天成集團上班的老公。陳雪，你瘋了！你胡說八道什麼？陳雪，你是不是收了林德順的錢，故意來污衊我？我1分錢沒收。張主任，你摸着良心問問自己，你對得起林老師嗎？當年你是他最得意的學生，你媽重病沒錢治，是他掏的醫藥費，你在他家整整吃住了1年。陳老師，你說的是真的嗎？林小雨真的是被冤枉的。3次模考我全程監考，林小雨連頭都沒抬過。那份作弊材料裡的每一個字，都是張富貴逼着我敲進電腦的。我留了題稿，也錄了音。張富貴，我孩子說你經常收禮條的座位，是不是真的？你這麼欺負一個孩子，還有沒有良心？陳老師，你說張富貴逼你，證據呢？你以為一段錄音就能定案？每一次談話我都錄了音。趙總，要不要我現在就放給全校師生聽聽？陳雪掏出手機，高高舉起，禮堂瞬間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盯着那隻手機。陳雪按下播放鍵。陳雪，林小雨的事兒你別多問，趙總親自交代的，這孩子不能留。他爸當年得罪了趙總，現在人家要連本帶利收回來。可是張主任，林小雨真沒作弊，3次模考我親眼看着他答的，我不能昧良心。良心值幾個錢？你不想評職稱了？你老公不想在天成集團幹了？趙總的手段你應該清楚。這件事處理得太不公平，不能這麼委屈孩子。林小雨是被冤枉的，我們要給他討公道，給林老師道歉。全場喊聲震天，趙天成緩緩站起身，慢條斯理整理西裝領帶，臉上重新着笑。一段錄音能說明什麼？技術上完全可以偽造。張富貴，你說是吧？趙總，張主任，你可是3中老教師了，說話要注意分寸，有些話說出去可就收不回來了。你兒子明年不是要考大學嗎？
富貴，別怕。林老師，我對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20年前是趙天成逼我做假證，他說我敢不指認你洩題，就停了我媽的偷竊費。我媽那時候危在旦夕，我沒有錢。林老師，我媽最後還是走了，是我害死她的。這20年我沒一天不做噩夢，我想去自首，他拿我兒子的命威脅我，我不敢不聽。林老師，你當年救過我，我恩將仇報，豬狗不如。起來，你媽的事兒不怪你。真是感人至深，可惜啊，你們說破天，林小雨学籍注销的手續合法合規，教育局蓋了章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翻不了。我是省教育厅纪检組周正，今天本来是收到匿名舉報來暗访。趙总，你說的合法合規，我得好好查一查。周正大步走上主席台，從陳雪手裡接過話筒：“各位家長，各位同学，我是教育厅纪检組副組長周正。今天在3中看到的一切，我會如實向廳黨組匯報。周組長，借一步說話，有些情況您不了解，我單獨跟您匯報。不必，趙總有什麼話，當着全校師生的面說。周組長，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天成集團每年納稅幾千萬，給10幾所學校捐建教學樓，這點情分您總得顧吧？趙天成，你就是納稅幾個億，該查的案子我一樣查。我幹紀檢20年，還沒學會看人情辦案。好，很好。周組長真是清官，不過我提醒你，廳裡年底就要換屆了，這個節骨眼翻20年前的舊案，對你有什麼好處？有沒有好處？查完就知道了。趙總，別急着走啊，這事兒還沒說清楚。我家孩子說，每年都有尖子生莫名轉學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爸，聽說學校出事了，網上都傳遍了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說話呀！家寶，你閉嘴，等我回來再說。趙天成掛斷手機，狼狽地擠出人群。林小雨，對不起，之前我還說你作弊，說你爸是啞巴，我錯了。林小雨，你爸太牛了，20年不開口，一開口就掀翻整個學校，我剛才雞皮疙瘩都起來了。我爸本來就不啞，他只是不能說。林老師，我是03屆的，您教我那年我初2，是班裡最膽小的學生。您跟我說做人要有骨氣，骨頭斷了，碴子也得是硬的。這句話我記了20年。好，你沒給老師丟臉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女兒的冤屈說不清楚。一個中年男人拎着2盒茶葉，猶豫很久才敲門。您好，您找誰？請問是林德順老師家嗎？我叫周建國，您爸是我高3班主任。屋裡，周建國坐在矮凳上，端着白開水，打量着堆滿廢品的屋子，眼眶泛紅。林老師，您出事時，當年致仕，我們馬上就要高考了，全班都想幫您作證請願，可趙天成的人挨個警告，誰敢幫您就取消高考資格。我們那時候太小，都怕了。不怪你們，那時候你們都是孩子。我找了您20年，您搬家換號，誰都聯繫不上。我開了家律師事務所，30個律師，在省城還算有名。林老師，這個官司我免費打，一定打到趙天成坐牢為止。周叔叔，趙天成勢力太大了，省裡都有人保他。今天教育廳周組長剛要查，就有領導打電話叫停。勢力再大，也大不過法。林老師，當年您教我邪不壓正，這4個字我記了20年，現在該兌現了。20年前我一個人打輸了，今天有你們幫我，我不信還會輸。周組長，考慮的怎麼樣了？20年前的舊賬翻出來，對誰都沒好處。當年經手案子的可不止我一個人。趙總，你這是在威脅我？不敢，我只是好心提醒。當年縣教育局辦林德勝案子的幾位領導，現在可都是省裡實權人物。你查我等於查他們，你掂量掂量，你這副局長的帽子戴不戴得住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不該查。明白就好。聽說廳裡年底換屆，你正是往上走的關鍵時候，這時候給自己樹一堆敵人，不划算吧？趙天成，你
太小看我周正了。换届之前，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办成铁案。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省教育厅纪检组已正式立案，调查20年前林德胜被伤害案及学籍舞弊案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赵总，教育局来电话，要调取20年前的高考试卷存档，还有纪检委的人也来了，就在楼下等您。德顺，你非要走到这一步，当年你要是不举报我，咱俩现在都是名师大拿了，何苦呢？爸，学校的事是不是真的？林小雨他爸的嗓子真是你弄哑的？网上全炸了，我同学都在骂我。你听谁说的？网上那些谣言能信吗？张富贵老婆跟我妈打电话说的，她说张富貴被警察帶走問話了。爸，你告訴我，那些事兒不是你幹的。閉嘴！我打拼20年的江山，輪不到你指手畫腳。我辛辛苦苦攒下這一切是為了誰？還不是為了你？我不要你的江山，我要走在街上沒人戳我脊梁骨。下個月我就要出國留學了，現在全網都知道我是壞人的兒子了。趙天成甩手一記耳光，脆響在黑暗裡格外清晰。你打吧，你再怎麼打也堵不住全天下人的嘴。趙天成拿起老照片看了很久。德順，20年前你沒贏，今天你也贏不了。林老師，您怎麼來了？我沒臉見您。聽說你高血壓犯了，我來看看。富貴，身體要緊，別的以後再說。我對不起您，您待我比親兒子還好，我卻幫着趙天成往死裡整您。林老師，我有東西給您，這是林小雨作弊材料的所有原始文件，趙天成簽的每一份批示，教育局批的每一張條子我都複印了，還有15個被註銷學籍的學生名單。20年來他讓我幹的髒事，我都偷偷留了證據。林德順接過信封，一頁頁翻着泛黃的文件。富貴，留着這些你也夠坐牢了，你為什麼還要偷偷存着？我不敢拿出來。我媽死後，我就成了她的狗。我知道交出來我也得進去，我認。我不想再當狗了，我想乾乾淨淨做人。周組長，這些文件證據鏈很完整。20年來，趙天成通過張富貴非法註銷了15名學生蘇籍，全市考試排名超過趙家寶的尖子生。這些孩子有的轉學，有的直接輟學打工，一輩子就被他一句話毀了。難怪我在3中這些年總覺得不對勁，每年都有尖子生莫名轉學。我問張富貴，他總說家長工作調動，我居然信了。這不是林小雨一個人的案子，是15個被毀掉前程的孩子，15個破碎的家庭。周組長，省裡壓力大嗎？王廳長今天打了3個電話，讓我注意分寸。我說分寸我懂，但事實不能改。這是法院調取的20年前林德興案的判決書。主審法官李長河退休後成了大和律所合夥人，而大和律所是天成集團的常年法律顧問。你是說，20年前的案子從偵查到審判全被趙天成買通了？不是買通，是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的人。查，徹查，哪怕把天捅個窟窿，也要把真相挖出來。經查，原註銷林小雨學籍的決定係張富貴受趙天成指使偽造證據所致，現恢復林小雨學籍，高考資格及時恢復。落款：省教育廳紀檢組。恢復了，林小雨可以參加高考了，明天就開考了，他來得及嗎？人群外，林小雨站着，定定看着公告。陳雪走過來，把嶄新的準考證塞進他手裡。你的座位還是第1排口窗，跟你第一次進我班時一樣，那個位置我誰都沒讓座，一直給你留着。陳老師，我怕我考不好，這幾天發生太多事，我腦子裡全是亂的。你是全縣3次模考第1，你怕什麼？被污蔑作弊、被註銷學籍那幾天，你都沒放下書本，現在公道回來了，你反而怕了。遠處，趙家寶靠在教學樓牆上，遠遠看着林小雨。趙家寶瘦了一圈，眼裡沒了往日的囂張。他張了張嘴，最終什麼也沒說，轉身走開。林小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，目光複雜。他想起被燒掉的樹，想起火堆旁他得意的臉。趙家寶，我會用成績證明你爸說的基因論全是錯的。
那是不是網上那個林老師裝了20年啞巴那個？是他，我看了視頻哭了一晚上，真不容易，撿破爛供女兒讀書。鈴聲響起，考生們陸續走出考場。林小雨一眼就看到了父親。爸，你怎麼來了？這麼熱的天，你身體又不好。林德順從懷裡掏出冰水遞過去。爸來接你，考得怎麼樣？語文作文題是沉默的力量。爸，我寫的是你，寫你20年不說話，不是軟弱，是在證明這個世界的公道是存在的。走，回家，爸給你燉了雞湯。周律師昨天送的，說是提前預支的胜訴獎金，我買了土雞，燉了3個小時。周叔叔真好，等官司打完，我一定要好好謝謝他。他媽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20年沒給他好生活，但我給了他一樣東西脊梁，他的脊梁比我的還硬。天成集團大廈樓下，2輛省檢察院的車停下，周正帶着4名檢察官走進大堂頂樓辦公室。趙天成站在落地窗前，端着茶杯，看着樓下的車，秘書慌張衝進來。趙總，檢察院的人上來了。慌什麼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去把東邊會議室打開，泡好茶。周組長又見面了。哦，不對，現在該叫周副廳長了。恭喜高升啊，趙天成。你涉嫌故意傷害、行賄、偽造國家公文、破壞教育考試秩序，省檢察院已正式立案，現依法傳喚，請配合調查。周廳長動作真快，不過我提醒你，證據要經得起推敲。我的律師團隊可不是吃素的。你說的是大和律所吧？李長河今天上午已經被帶走了，還有王廳長，省紀委昨晚也找他談話了。好，我跟你們走。走之前我打個電話，這個權利我總該有吧？對方已關機。樹倒猢猻散，好，很好。趙天成，你的問題我們已經全部掌握。故意傷害林德順之殘，行賄累計超2000萬，偽造公文15件以上，數罪並罰，你心裡應該有數。我要見我的律師。律師到場前，我什麼都不會說。你的律師李長可已被採取強制措施。大和律所涉嫌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毯，今早已被查封，你沒有律師了。你的保護傘，王廳長、教育局李處長、市局張副局長，一共7人，昨晚全部到案。趙天成，你還有誰可以靠？我要見林德順，讓我見他一面，我全部交代。20年的賬，我跟他當面算清楚。林老師讓我轉告你，他不想見你。為什麼？他等這一天等了20年，不想看看我的下場。他說，你不是他的仇人，你是他見過最失敗的老師。最失敗的老師，他說的對，我確實是。林老師，今天開庭，您有什麼想說的？您等了20年，就等這一天。沒什麼想說的。該說的20年前就說完了，今天一切交給法律。趙天成穿着囚服被法警帶上來，庭審持續6個小時，證據裝了3個紙箱，原始文件、錄音、證詞、篡改的卷宗、行賄記錄，每念一份，旁聽席就有抽泣聲。受害人林德順，你可以做最後陳述。20年前，我是3中語文老師，你是教導主任，我發現你偷賣高考答案，寫了舉報信。第2天晚上，你在校門口堵住我，把我扔進清河，我命大。被釣魚的老人救了。從那以後，我當了20年啞巴。天成，我今天說這些，不是為了罵你，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：這20年，你有沒有做過噩夢？做過。20年，每個月至少1次。我夢到你站在講台，穿白襯衫，拿粉筆，你指着我說：“趙天成。”你不配做老師，不配站在這個講台上。我一開始沒想害你，就想多賺點錢。9幾年一套高考答案賣5萬，頂我好幾年工資。我賣了3年，沒人發現，直到被你撞見。你找我談過話，說我們是老師，不能賺這種錢，這是偷孩子的未來。我說你不說，我不說，誰知道？你說天知地知，良心知。那天晚上我喝了酒，越想越怕。你要是舉報我，這輩子就完了。我本來只想嚇唬你，讓你閉嘴，可你瞪着我，一點服軟的意思都沒有，我就下了死手。德順，對不起，這3個字
我欠了你20年，今天还给你。被告人赵天成犯故意伤害罪，手段残忍，后果严重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行贿罪，数额特別巨大，判處有期徒刑15年；犯偽造國家公文罪，情節惡劣，判處有期徒刑10年。數罪並罰，決定執行無期徒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。正義雖然遲到，但它終於來了。林老師，您辛苦了。富貴，我對不起你媽，那筆醫藥費我故意拖了3天，我就是要你急，要你聽話。你媽的命是我害的。爸，結束了。結束了。林德順父女倆並肩走出法院，夕陽刺眼。8歲那年，我問爸為什麼不會說話，他在地上寫，等爸爸抓住壞人就會說話了。今天我才懂，他等的不是壞人落網，是正義能光明正大站在太陽下。家寶，你去哪兒？你不讀書了？我想去南方打工。媽，我沒臉在這兒待了。所有人都知道我爸是幫兇，我是欺負林小雨的混蛋。昨天上街，還有人往我身上扔雞蛋。怪我，都怪我。我當年要是能阻止你爸，你也不會變成這樣。不怪你，怪趙天成，也怪我自己。林小雨的書是我燒的，他爸在校門口跪着，是我踩的。媽，我是不是也變成趙天成那樣的人了？你要走也行，走之前跟我去一個地方。你來幹什麼？林小雨，對不起，我不該燒你的書，不該踩你爸，不該說那些難聽的話。我知道道歉晚了，你可以不原諒，但我必須親口說出來。起來，我家的門不興貴，你爸已經為他犯的錯付出了代價，夠了。趙家寶他們走後，林小雨回到屋裡，林德順坐在燈下翻舊相冊，手指輕輕摩挲着一張老照片。爸，趙家寶剛才來認錯了，他好像變了很多。我在屋裡聽見了。這是張富貴初2那年，他爸跑路，他媽癱瘓，他要退學打工，我騎自行車追到他家，在床邊跟他談了一整夜。後來他回學校考了全班第3。那他後來為什麼會幫趙天成？高3那年，他媽得尿毒症，趙天成出錢換腎，條件只有一個，法庭上指證我洩題。富貴不是壞人，他是窮怕了。人在最窮最怕的時候，什麼都能出賣。是我沒教好他，讓他走到了這一步。爸，你為什麼從來不恨任何人？你真的沒恨過嗎？恨過，剛被扔河裡那幾年，我每晚都在心裡殺人。後來我發現，恨傷的不是別人，是自己的心。8忍20年，不為了恨誰，是為了把你養大。真想說。校長親自攙着林德順走上主席台，台下坐滿了學生和家長。同學們，今天我不做例行講話，我要請回一個人。20年前，他就是3中的語文老師，他的名字你們都聽過，他叫林德順。今天他回來了，我是林德順。從今天起，我回到3中教語文。今天第1課不講課文，不講語法，講一個字，人。人字只有2筆，一撇一捺，看着簡單，寫好卻難。寫歪了就是入，人走歪路就回不了頭；寫散了就是疤，人心散了什麼都不是。我教了20年書，前10年在講台教，後20年在廢品堆裡想，想來想去就悟出這一個字，人。做好人比考高分重要。我爸終於回到了闊別20年的講台，他老了，頭髮白了，聲音啞了，但他站在那裡像一棵樹，一棵被砍倒又重新長出來的樹。教室辦公室，夕陽斜照進來，林德順坐在靠窗的辦公桌前批改作業，陳雪抱着一摞作文本走過來。林老師，有個問題我憋了好幾個月，一直想問您。問。20年前，您發現趙天成偷題，明明知道他有錢有勢，心狠手狠，完全可以辭職帶師母離開縣城，您為什麼不走？我跑了，那些孩子怎麼辦？您那時候還不知道會有15個孩子受害。我知道，在我之前有個李老師也發現了，他調去了外省。那一年他班上一個尖子生莫名被取消高考資格，後來瘋了，所以我不能跑。我跑了，會有第2個、第3個林老師被扔進河裡。只要沉默的人夠多，
敢說話的人就會一個一個被除掉。這個道理，我決定舉報的那天晚上就想明白了。林老師，受教了。你也是好老師。那天禮堂裡，你敢站出來幫小雨說話，20年了，你是第一個敢站出來說實話的同事。因為我也是您的學生，您教過我，骨頭斷了，碴子也得是硬的。爸，过来一起拍，快点啊！我一个捡破烂的，不配站你旁边，你跟同学们拍就行。胡说什么？你是林德顺老师，3中最厲害的語文老師。師傅，麻煩幫我們拍一張，把我爸拍帥一點。攝影師按下快門，林德順努力挺直腰板，表情又緊張又驕傲，眼眶卻紅了。爸，我保研了，荊州法學院，以後還要讀博，我要做法官。好，做法官好。你從小就愛講道理，不辯贏不算完。我要做那種誰也收買不了的法官，天知地知良心知，就像你說的。你做得到。你比爸有出息，爸只會教人，你會判人。縣3中門口，一輛大巴緩緩停下，車門打開，下來一群中年人，有的西裝革履，有的衣着樸素，有的頭髮都白了。林老師，你還認得我嗎？我是劉建國啊，98屆的，作文總跑題那個。建國，真是你，都長這麼大了。林老師，我在網上看到您的視頻，哭了3天。我跟老婆說，這是我班主任，是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。林老師，我是李梅，您出事那年我高2，後來我考了師範，現在是小學語華老師。我每年都給學生講您的故事。林老師，這是咱們班畢業照，我一直留着，搬了8次家都沒丟。您看，那時候您多年輕。林老師，當年趙天成的人威脅我們，誰幫您作證就取消高考資格。我怕了，縮了。這20年我天天後悔，你能原諒我嗎？別說這些，你們能來就是最好的道歉。看着你們過得好好的，我這20年就不算白熬。經省教育廳批准，現為20年前因趙天成案被非法註銷學籍的15名同學補發高中畢業證書。一個個名字被念出，一個個中年人走上台，有人接證書時手在抖，有人當場哭出聲，有人把證書緊緊抱在懷裡。張富貴，我不配。林老師，我是從犯，我害了他們，這張證我沒資格領。你有資格，你是從犯，也是受害者。這張畢業證是你20年前就該拿到的。富貴，拿着，我對不起你們。當年你們被註銷學籍，每一份材料都是我經手的，我不敢求你們原諒，就想給你們磕個頭。都過去了，咱們都是被人害的，以後咱們還做同學。台上的林德順滿頭白髮，在燈光下像一頂銀色的王冠。畢業典禮結束，林小雨攙着林德順走出禮堂。爸，你冷嗎？不冷，心裡暖和。林老師，林小雨，趙家寶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我從廣東請假回來的，聽說今天給叔叔阿姨補畢業證，我想來看看，但不敢進去，就在這兒等。林老師，這是我自己掙錢買的參考書，聽說您又當老師了，想着您可能用得上。都是好書，錢是你自己掙的。在電子廠打工，1個月4000，幹了半年了。林老師，以前我燒了林小雨的書，那些書多少錢？我賠。不用賠，書能燒，腦子裡的東西燒不掉。你好好打工，好好做人，就是最好的賠償。今天講作文，題目叫《如果重來》。教室裡響起翻本子的沙沙聲。寫之前，我先講個故事。從前有個人，年輕時做錯一件事，毀了他最尊敬的人，也毀了他自己。後來他用20年贖罪，偷偷存着所有證據，等一個翻案的機會。機會來了，他拿出證據，自己也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。這個人做的錯事夠後悔一輩子，但他後來做的事兒夠他挺起腰桿做人。人這輩子誰都可能走錯路，
關鍵是你有沒有勇氣走回來。好了，開始写，写什麼都行，写你們心裡最想說的話。写作文不是为了拿高分，是为了跟自己的良心说说话。下課鈴響，學生們陸續離開。林德順收拾講台上的作文本，一張折得四四方方的紙從本子裡滑出來。林德順展開紙，愣住，紙上只寫了一行字：如果重來，我會在20年前站出來。德順，我以為你這輩子都不會來見我。我也以為不會來，但昨天我看了孩子們交的作文，我覺得應該來一趟。我都聽說了，當年那些孩子補了畢業證，你回了3中，小雨考上了北大。德順，這些年我總在想，當年不賣答案，咱倆會怎麼樣？你覺得會怎麼樣？會是最好的搭檔。你教語文，我教數學，3中學生能出10個北大，咱倆的名字會寫在校史上。天成，我今天來是想告訴你一件事。你兒子家寶現在在廣東打工，他把1半工資寄給當年的受害者家屬，說要用一輩子替你還債。家寶他，你沒把他教好，但他自己長正了，他比你強。德順，你來看我就是為了告訴我這個。我是想告訴你，你的罪你兒子在替你還，你在裡面好好改造，別辜負他。林老師回到3中10年，帶出3屆畢業班，語文成績連續5年全縣第1。但我們今天聚這裡，不只是慶祝教學成績，我們慶祝的是一位真正的老師。台下掌聲雷動，林小雨坐在第1排，他已經是一名法官了，穿着制服。我教了40年書，前10年講台，後10年講台，中間20年沒教。有人問我中間20年在幹什麼，我說我也在教書。我給我女兒上課，上一堂叫堅持的課，這堂課上了20年。我這輩子教的不是語文，是人字，一撇一捺，站直了別趴下，趴下了爬起來繼續站，這就是我教的所有東西。今天就到這兒，下課。父親教會我很多，他教我用20年等一個公道，教我在最黑的地方相信光明，教我無論世界怎麼變，脊梁不能彎。他用一輩子告訴我，沉默不是軟弱，是在積攢力量，力量攢夠了，最安靜的人會發出最響的聲音。